今天给大家讲讲电动车这个行业，到底电动车里面会不会有10倍股呢？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销售啊 ，Tesla Q1 的销售是同比增长了80%，比亚迪63%，小鹏153%，理想也有167%哦，销售的增长是非常的亮丽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股价又跌了好多。特斯拉从最高位跌了43%，小鹏跌了60.7%，跌了最多的那个是蔚来 NIO， 它是跌了接近70%。那现在是不是个捞底的时候呢？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心得和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提升回报。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每一次视频上载的通知啦。回到了汽车行业，其实汽车是很多人需要的日常必需品之一。在过去100多年，汽车行业都是经济里面一个很大的支柱。大的汽车公司，比如说 Toyota、General Motors， 也在很多年都是当地股市里面市值最大的公司。汽车行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经济板块。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电动车的技术开始成熟了，销售量也开始上涨了。股票的价格永远是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因为投资者是展望未来头部的。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股票从19年的低位涨到了最高的时候，整整涨了超过30倍，是不是很厉害？今天我们第一个来分析一下电动车相对燃油汽车有什么优势。燃油车它的核心是它的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内燃引擎，它的科技是通过点火把汽油烧起来，在高温的环境下空气膨胀推动了火势，把这个能量输送出来，到最后是转到了轮胎的轴，使到汽车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个转换点，时间也比较长。如果你是要加速的话，要把那个动量从汽油转到最后的速度的话，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这个能量的输出呢也是比较平稳，需要一个变速器 gearbox 才能用不同的杠杆的比例，在不同的速度里面把这个能量输出来变成速度，是相当复杂的一个科技。相反呢，电动车的话，背后的技术核心就是个motor。如果大家家里面有电钻的话，我们一开个电流，那个 motor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转动得很快。这里面呢，只要有电通过电线转成了 magnetic field 磁力，就能变成一个转力 torque。这个中间的物理的转化是简单很多，而且它的加速是很快的，基本上是马上可以从电力变成转动的速度。如果我们要输出的电力多一点的话，就增加一些电流就可以了啊。在电动车里面也没有变速箱，那少了这么多的零件部分，这个电动车的成本其实是可以很低的。在发展的初期的时候，技术的樽颈是它的电池，现在电动车里面最贵的那一部分就是它的技术。但是随着生产的量的提升，达到了规模效应，技术也不断的改进的时候，无论是电池的成本或者是电动车的成本也在急速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季度里面，特斯拉的毛利率达到了 29%。 来做个对比的话，美国的汽车老大哥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它的销售毛利率只有 13%。 有了这个成本的优势之后，特斯拉的股价一下子就冲了很高了。作为一个消费者，为什么我们会去选择电动车呢？第一个，因为电动车它的加速可以很快，刚推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跟那些超级跑车去做个比较，要像特斯拉 Model S加速这么快的话，可能要去到 Ferraris、Lamborghinis、McLaren 几百万的超级跑车，而 Model S 的话只需要80万就可以在香港买到了啊。所以一开始特斯拉的卖点就是相对这些超级跑车它是便宜了好多。那这当中呢，当然也有政府的政策的关系，在香港买这些超级跑车基本上这个首次登记税是超过130%的。当时 Model S 刚出来的
的时候是完全免掉税的，到现在还是有30万左右的税可以免掉的。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政策的补贴，比如说在中国买新能源车不需要摇号，不需要限价，没有限价的日期，政府还有金钱上的补贴等等优势，使到这些新能源车在中国也是发展的非常好。那电动车还有一个维持成本上的优势，比如说它不需要换机油，传统的车子每到6000、7000公里就要去换机油，电动车是不需要的。另外呢，很多的商场里面也有免费的充电器，如果你是开电动车的话，可以是免费开车子的。就算你在家里面充电，用电来开动车子的每公里的成本也是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折扣。所以我们到有些城市像深圳，我们看到很多的 taxi 他们都是用电动车的，就是因为有那个成本上的优势。在香港 Model S 曾经是 Uber 司机的一个首选，也是因为它每公里的成本有非常大的优势。到了今年俄乌战争之后，油价是涨了好多，电动车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又是扩展了，使到今年的电动车是大卖了。电动车有什么不好处呢？我当时看了电动车没买，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它充电的时间非常长，如果开一个传统的车到油站去加油，5分钟就可以加满油出来了，但是电动车可能充了1个小时、2个小时也没有把所有的电充满。如果我要开长途的话，或者我需要长时间开车子的话，电动车在这方面就有它的致命的缺点。所以香港的 taxi 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少用电动车，因为香港的 taxi 基本上是24小时都在运行的，不能够把车子停下来几小时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电动车二手是卖不出去的，价格是贬值的非常快的，就像我们的手机或者其他的电子产品一样，那个电池过了几年之后会老化，会不好，而要换一个电池的话，基本上那个价格是可以买一台新的电动车了。如果我们买一台车子，希望几年之后卖出去，把钱拿回来再买一个新的话，电动车在这一方面会损失惨重。特别呢，我预计以后随着科技继续的发展，成本继续的下降，而且竞争会越来越多，新的电动车在以后也会卖得越来越便宜啊。所以你要现在买一个电动车的话，基本上不要预期以后能卖任何一个好价钱。那另外呢，因为电动车加速很快，所以在很多地方保险也会贵一点，万一出了意外的话，电动车的维修费也是非常的贵的。我们看完作为一个消费者电动车和传统车子的比较，作为一个投资者，现在电动车的股票能买吗？我个人觉得呢，要考虑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个，政府的政策到什么时候会取消掉？早年电动车没有它的竞争能力，所以各地的政府有它的补贴的政策，或者是有利电动车的政策出来。但是随着电动车的行业越来越做得大了，以后这些补贴会是越来越少。在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内地，到了2022年年底，所有的补贴会取消掉。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可能是1年后、2年后、3年后才需要买电动车的车主，也是提前了去购买，因为想享受这个最后的政府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么高的销售同比增长，其实是透支了未来的销售量。到了明年开始，有可能这个销售量会很快的下降，那到时候很大的可能对股价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个人也预计产能会过剩，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我们看到传统的车厂，像奔驰、大众、General Motors、福特，以前因为他们还有很大的一个传统车市场要照顾，但是他们现在也看到，原来做电动车，特斯拉的股票的市值已经是要比他们多很多倍，而且这个未来也是一定往电动车那里走的。所以这些传统的汽车行业都开始研发，也在最近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电动车款。那还有很多公司呢，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市场的，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加入这个电动车的市场，比如说苹果、小米、
华为甚至恒驰都会加入这个市场。汽车这个产业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了，传统的供应和市场的需求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到了现在有这么多的新的企业加入，会不会未来这个行业内供应量会大量的增加，使到供过于求？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那这个价格战一旦打响，所以车厂的毛利率就会很快的下来，到时候也有些企业会亏损，甚至到最后是倒闭的。这个对整体的汽车行业甚至是个别的股票的股价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电动车这个行业股价最高峰增长的这个时候已经是过去了。从19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内，很多的电动车的股票已经是增长了超过10倍了。展望未来的话，这些以前靠概念支持的股价，以后要面对盈利的话，那现在这么高的 PE 啦、PB 的估值啦，是得不到支持的。未来的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所以我个人不会把电动车继续放在起飞的行业。我的10倍股里面也不会考虑电动车的企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好奇，如果你买下一台车子的话，你会买电动车还是燃油车？哪一个品牌，哪一个车款？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给个赞，也欢迎分享出去，记得订阅咯。我们下次再见。